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3月30日，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107.99，收盘价是1099.57，盘中最高是到达了1114.77。最低是在1073.11，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赋值是达到了4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2453.83万股，是前一日的 0.72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上行。那目前我们会看到 KD 值的指标已经出现了钝化，这说明股价现在处于一个超涨的走势。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基本不变，双线继续上行。那在当日出现了更长的红柱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依然在上行。我们来看看当日的 K 线信息。3月29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蜻蜓线。蜻蜓线的特征是下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。实体很小，甚至是可以没有。那实体不分红 K 或是黑 K， 上影线很短。那这样的 K 线出现在上涨的顶端，或者说是下跌的低点。我们来解读一下3月29日当日的这个蜻蜓线。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反弹上涨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。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蜻蜓线，说明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已经在上方已经出现了空方下跌的力量。那在盘中说明多方的力量是很小的。那么我们再从 K 线的指标可以看到，它的收盘价高于前一日的收盘价，也就是价涨。下方我们会看到量是缩的，那价涨量缩，那这样的信息也预示着股价后续可能会继续飙涨，或者说是容易回档。那也就是说股价如果是上行，那后续肯定会出现飙涨。那如果股价选择了回档呢，那在3月29日生成的这个蜻蜓线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解读一下。那蜻蜓线通常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我们再来看，在蜻蜓线出现之前的一个交易日是一个中长红的一个上涨的红 K， 并且我们会看到当日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。那在蜻蜓线出现的当日或前一日，如果出现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呢，那在蜻蜓线之后，如果出现一个跳空的大跌，通常股价会容易一日反转向下。那如果在蜻蜓线的后续次日只是出现一个小幅的下跌，那则容易出现一个回档，那也就是确认这个蜻蜓线为一个头部。那当然，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或者说是2-3个交易日连续出现这样的蜻蜓线
那么它变盘向下的几率啊会更高。但是如果在蜻蜓线的次日是开高走高，股价向上，那后续啊很可能会出现飙涨。那如果股价出现飙涨，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蜻蜓线啊是在一个上涨的过程中的一个位置。好，那以上呢是 K 线信息的解读，也就是说通过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啊，我们得出两个可能，一个是股价有可能会回档，另外一个可能会飙涨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股价走势的分析，我们先把辅助线调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在3月29日这个股价的走势啊，没有完成上方任何的一个目标，也就是在当日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之后向上挑战，我们会看到是1115这个位置。那1115是自1月13日以来下跌的最高，对，没有成功。然后呢，股价被压回到，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最低是1073这个位置。那1073啊，接近我们会看到在这里，这是我们原来的股价在上涨之前原来的一个压力位是1070， 1070是1月18日的最高。对，然后下探到这个位置之后，股价被拉抬，最后收盘是收在1099这个位置，并且呢，这个收盘价过了前一日的最高，前一日最高是1091。这说明啊，股价在上方1115的这个位置啊遇到了压力。那在盘中它出现了一个回档，对，那很可能这是上行中的一个休息。我们可以看看当日的分时图，我们会看到跳空高开，然后到达最高，股价出现被压回到1073这个位置，然后股价被拉抬，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整。对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盘中它出现了一个回档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这样一来啊，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确认这是一个要反转的 K 线。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，就是它的收盘价超过了前一日的最高。好，那后续也就是我们看今天3月30号开盘之后，那上方的目标依然是1115这个位置，然后是上方的这个1160，那1160是在3月29日，在3月30日是1158这个位置。那还是这个思路，就是说，如果股价站上了1158，那将走出我们会看到是2021年11月4日和2022年1月4日两个高点定义的这个下行的趋势，也就是站上了1158，那将走出这两个高点定义的下行趋势。好，那这个1158呢，将是股价后续上行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好，这是上行。那假如股价在3月30号出现了回档，那我们认为下方的这个缺口啊，它将是一个强支撑。那如果说股价下行，那我们依然要等股价出现回档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下行的走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操作规律。那操作规律，我们在905这个地方有进场，
那长线我们是守940。昨天的视频中啊，已经详细介绍过，这部分内容我们就不再做重复的说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1091这个地方，也就是3月28日的收盘这个地方，也是一个理想的进场点。如果是在这个地方进场呢，我们认为守停损是守5均。那在3月29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被收盘被提高，那5均值也上升，所以如果在1091这个地方有进场，或者说是在3月29日盘中有进场，那目前守5均值呢，可以提升到3月29日的5均值，我们会看到屏幕的左上方1043。对，好，这是短线操作。在这里我们想重复说明一下，我们在这里说的守5均是指的已经生成 K 线下方对应的5均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3月30日当日开盘之后啊，在这里边会有一个新生成的5均。通常我们指的守5均不是在当日新生成的5均，而是前一日我们已经看见的 K 线的5均值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守5均的一个解释。那如果说，当然我们说在905这个进场的位置守长线是守940，如果是短线操作呢，依然也是守5均值。那今天5均值应该是1043。好，如果说目前还是没有进场，并且呢仍想进场，那在3月30日的盘中是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建议进场的。那如果想进场，要等待股价站上1115这个位置之后，其实这个位置就是指3月29日的最高1114。对，股价后续收盘价站上了这个位置之后，我们再结合相应的技术指标才能够考虑进场。好，以上是操作规律方面的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30号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我们说压力位是第一个压力位就是1115上方的这个水平线。接下来我们说是上方3月30日的 K 线与上方这个下行通道的上经线的交点是1158，这个位置其实它不是压力位，它是一个标志。对，但是我们把它列在压力位当中。然后再上方我们会看到是1170，这个位置呢是1月5日的最高，屏幕的右上方最高1170。那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208这个位置。好，再向上就是特斯拉股价的历史最高是1243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我们再看看支撑位。3月30日开盘之后到来的第一个支撑，我们认为呢是前低，也就是3月29日的最低，屏幕的右上方1073。当然在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压力区间，因为当日新生成的5均值也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经过测算，这个压力区间是1073到1065之间。对，首先到来的支撑位是这个支撑区间，接下来的一个支撑位是1053，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。那再向下是这个缺口的中线部分，是在1040
这个地方，然后接下来是缺口的下沿是1021，再向下，应该是我们当日新生成的时均值，我们的测算值是在1001到1005之间。好，那依据以上我们解读的信息和分析的内容啊，我们给出今天股价的预测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今天会上涨。如果是上涨，今天有可能是高开盘，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，然后盘中最高会到达1160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稍稍会越过这个上方的这个标志线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14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那盘中最低有可能会回踩到1110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？我们认为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横盘上涨。如果是横盘上涨，今天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，最低盘中会回踩到1090这个位置。然后最高会到达1140，在这里收盘会收在1110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3月30日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